有一位法师担任大殿香灯的执事不久，因为每日来的香客信徒众多，应接不暇，本来慈悲待人的脸庞渐渐地失去了笑容，心中升起烦躁的念头。这样忍耐了1个礼拜之后，想想还是去请教老和尚解决之道。来到祖师殿，看到坐在那儿的老和尚，竟然不是以往和蔼慈祥的样子，而是一副怒目金刚相，不禁心生害怕，犹豫不敢向前。这时他才领悟到，众生喜欢看笑脸，嗔心会令人不敢接近，自己应该忍耐工作中的繁忙，和气待人才是。于是自己知错，鼓起勇气进去向老和尚顶礼忏悔。老和尚这才露出笑容，点了点头。要苦行，才能得到智慧、佛报、福报。佛报，人家看到我们会生欢喜心、恭敬心；福报，人间供养，但要惜福，不要太奢侈。虽然有福报，但要有度量，好的给别人，不可执着。出家的目的是为了了生死，了生死就得修行，修行就要能吃苦，不能吃苦，不知修行，生死不了，来生又在6道轮回中。在社会做事，需守信，不可贪，尽心尽力，要忠心。替人做事能尽忠，则老板会重用你。学佛也是如此，对佛有虔诚信仰，则佛会护佑我们。做大生意，能和外国做大生意，这也需有好信用。能为老板所重用，老板会提拔你，栽培你，则你的事业可慢慢扩大，甚至与外国人做生意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读博士不可只顾你一生，需吃苦才能有成就，有苦别人才会信任你，如此则能出人头地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所以凡是能苦行苦修的，前途一定不可限量。反过来看我们出家人也是如此，佛菩萨都是用苦行，不是选什么人才，不一定要读佛学院才能成就，佛菩萨都是从苦行中体会、磨练、苦修出来的。许多居士读大学，很深信佛法，会讲会写，而我们出家人须修苦行，戒定慧，以无形的方式来感化人，使得大学生对佛教有个忠心信仰。若不苦修苦行，则那些大学生能讲能写，比你强，怎么会敬重你？当执事人，不可以贪，贪一根草，滴水也难消，还得轮回生死。稍微贪，就有业障。在大陆当执事人，
都有小神通，如知客师都有小神通，那是到各方参学，在苦行中修出来的。要爱护常住物，一粒米如须弥山，更不是用物质来应酬在家人，使人不敬重。出家人要把俗家一切习惯放下，否则出家以后还在贪嗔痴内打转，会走入邪道。不要把俗家生活习惯带到寺庙里来。谈到修行，不管古今都要吃苦，并且经过若干劫。如释迦牟尼佛，人家要求布施眼睛，即给眼睛；人要鼻子，即给鼻子。如此牺牲，若干劫才成佛。晓得自己是凡夫，才好修行。我们要在一切的烦恼中，好好调理自己，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事。等调理得当，自然智慧明朗，无明散去。这就是参自己，在一个常住中修苦行，修久了，自然也了解别的丛林修苦行的意思。修苦行是除妄念最好的方法，而且当我们修到将苦化为乐时，自然一切事情就会明明朗朗，无不通晓，而智慧大开。修苦行是从苦中越修越不觉得苦，而且渐渐觉得快乐轻松，并没有感到是在工作，这就是业障渐渐在消。若是越做越觉得痛苦烦躁，那就是业障在翻搅。不要以为佛菩萨是多苦，佛菩萨已经从苦中磨练的业障消除，没有苦感，做什么事都以轻松自在，而不觉得在做什么，也不觉得自己在度众生。我们工作，不要说你现在在寺里为佛做事，或为师父做，而是为消自己的业障做。我这里没有什么可学的，只是扫扫地，做些苦行。但扫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要会扫，要能高高兴兴地扫，否则扫地扫得起烦恼，无明业障反而缠上来。你看看过去祖师们的书，那些祖师并没有走，他们还在对我们说法。我们不论到什么地方，只要抱着愿意吃苦的心态，愿意忍一切的辱，吃一切的亏，不畏艰苦，一定都会进步。我们修苦行，是在借各种事境，磨练我们不起无明烦恼，洗出习气，锻炼做人做事的各种能耐，并不是要做什么劳力事，才叫做苦行。打破对一切顺逆境的分别，就是在修苦行。出家就是要吃苦受苦，只有在苦中才能开发智慧。
妄想多的人，需要做一些杂物事，将念头有个寄托，否则妄念纷飞，要他念佛也念不下去。只有善根利的人，可以静静地念佛念下去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念佛，会渐渐地不觉得在工作，而且自然会升起平等心。领执事必须受过戒，知道戒律因果，才不会乱来。没受戒的，只能帮忙杂物，免得造业。譬如大寮的事情，有监斋菩萨在那里，可要按部就班来，不可启动无名，与人争吵或乱摔东西，这样不但业障会反搅，而且加重罪业，地狱还有你的一份。在大陆丛林中，大寮不可有闲杂人进入，即使是当家师，也要有事才能进去，以避偷盗之嫌。不像现在，杂人进出还聚谈闲话。老和尚刚出家时，某天大家出外坡工作，接近中午，收工回寺的时候，正好听到五斋敲云板的声音。由于丛林人多，供众不易，平日省吃俭用，汤汤水水的，没有营养，又加上出坡卖力，众人都饿得发昏，顾不得把工具收拾好，纷纷急往斋堂。老和尚也想赶往斋堂，然而却被转尘上人叫住了，叫他要把所有的工具归位。当时老和尚也饿得四肢发软，两眼昏花，一边收拾工具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想：干这么粗的活，吃这么差的饭菜，又受死奚落，何苦来哉呀？嗔心一起，不管他37、21，和尚不干了，就信步朝山门外走去。走没多远，又自己回过神来想：我不是绝志苦修，专为了生死而出家吗？今天只为了一点苦差事，就闹义气，岂不是违背自己的出发心吗？念头一转，忽然觉得志气昂然，一时这些倦怠、饥饿、不满的情绪，全部抛到九霄云外，就回到转尘上人跟前复命。转公这才允许他随众入斋堂，并叮咛一句：吃人不爱吃的，做人不爱做的，以后你就知。从此以后，老和尚更刻苦自立，不敢生退却之念。那些随顺自己自由意识生活的人，往往会失败。不会做却装会的，也会失败。念佛为常住贡献心力，利益众人，这便是修福慧，可直了生死。若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，不为众人，以后会堕下去。我也是在为众人修众人福。
修苦行，就是对一切粗贱的工作，都要无分别的去做，主要在磨我们的傲气，消我们的业障。有苦，才有行好修；没苦，就没道行可言。修行人绝对要利他，也唯有一切利他的苦行功德，才能脱出人我的现诱，离我相的一切颠倒想、贪想、愚痴想，以及因执我相所引起的种种烦恼，由是渐渐得解脱，自信中无量三昧渐渐现前。也唯有如此，一切以利他功德为前提，一切以度脱众生苦厄为怀，则自身无事，心胸渐宽。早晚2堂课诵，若能专精，则身心渐定，智慧得开，能成就祖师，不可忽视。观世音菩萨也是经熟课诵，再发心入厨房当饭头，知道如何将厨房的劳务化为功德之事，作为佛事的修持。否则经咒不习，一味贪着自私，不能将厨房事化为佛事功德来修持，虽煮一辈子的饭也难出头。因为因地上不正确，只会徒增烦恼。在厨房是在行普贤行愿的。以前观音、文殊等诸大菩萨都是从厨房中苦行出来的。在厨房要惜福，米干菜叶不可轻损。不要说丢了可吃的食物没有因果，戒神、监斋菩萨可都把你记入账里，将来还得做鸡、鸭、猪、狗来吃这些。我们修行吃的苦难有多少，福报便有多少。福的深浅是所吃的苦多寡而定。古时候的大丛林，当家、知客、库头有权统领，他们说的话，不论对或错，是或非，只有听从，没有第二句话。丛林执事人是四规的代表，是磨练无名的善知识。这些人往往都以恶人的姿态示现，以种种不合常理的要求要你去做，无非是要消你的分别业事。只有唯命是从，才能免去烦恼脾气，消除贡高我慢，生卑下心。照这样才能消业障，开智慧，才是真正的修行境界。寺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职事，个人负责好个人的工作，不要去干涉他人。有事情不要坚持说是自己对，别人不对，否则就会起冲突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才不会和平。不管别人说我们怎样，都要承担下来，要惭愧地说是自己的不是，这样才能和和无争。切不可责说别人的不对。担任执事的人要有
不怕别人讲话的气魄。如果畏首畏尾的，怕东怕西，怕别人讲是非，整个心被束缚得死死的，这绝非解脱之道。尤其是做厨房执事的人，更需以忍辱行来对治我们的无明烦恼。厨房是杂物最多、是非最多、最容易让人起无明烦恼的地方。我们在厨房要修些什么？就是要以忍辱来修治这些烦恼，降服我们的无明，这样才能开我们的智慧。否则在厨房当执事，不会忍辱，不会惭愧自己的不是，事事与人争是非，所起的无明烦恼比俗家人更厉害。这样煮一辈子的饭也不会出头。我们自身如果不修持，不为常住众人效力，不修福慧，不修戒定慧，则天人远去，龙天不拥护，自然业障来袭，心不能安定自在，便滋生种种事端，落入魔窟。反之，则善神、戒神、天龙八部都来护法，魔障不临，自然心得清净，安定自在。静心为常住，功德重在寺院，则来世还会有福报到寺院出家，保住出家人的身份。修行最先就是要摄住这个心猿意马、随心所欲的心，不要让它放逸，这很不容易。但我们要发愿，为消这些无始来的习气罪业，要提出勇气，努力修苦行。难做的要去做，别人不愿做的，我们要去做。发愿自己要成就，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如此的信愿行，业障才会消。业障消，则做任何事情都快乐轻松，不觉得苦。虽住娑婆界，犹如西方境。修行的路虽然艰辛，不如俗家自由，但却载着我们步向西方，去见阿弥陀佛。俗家人的功德福报是享得尽的，而出家人的功德福报却能生出智慧。出家饭是不容易吃的，要吃种种的苦，但这种苦是消我们无量劫来的重业，最后业尽生息。出家饭要吃得稳，就应当切实苦行。如果真心想修行，是各自的福气，所以应福慧双修。每个人要把以前所带的业障消除掉，方法是拜佛、念佛，发心做常住工作，不计较。如计较，则生烦恼，即是造新业。如不计较，我们的福慧就会增加出来。执事人不好做，所以执事人交代下来的事，不管好的坏的，
都要欢喜承受，不起嗔心，这样头脑会较清楚。好的捡起来学，坏的放一边，自己心里明白就好。顺此修，忍入波罗蜜。修行不争是与非，不争有理和无理。出家与在家不同。四悟处写的那些，是与众生广结善缘，与外面办公上班的抄写不一样，而和晚课的功德相同。不要因为不能上晚课而起烦恼。如果人人愿意吃苦，则人人都可成佛，可到西方莲花化生。我们出家人这件衣服就是西方衣。凡事要耐心做，念阿弥陀佛，这样慢慢修，心无烦恼，到后来也和阿弥陀佛差不多，很自在。苦行并不是简单的，修苦行是在修心，每一样事细心做，会做得合适，而不是每一样都做，结果每一样都没做好。不做还好，给你一做反而更乱。做事情是用来调心，心才不会乱想。我们出家人做事与在家人不同，即所用的心不同，思想不同。在家人做事是为了赚钱，出家人做事是与道相合，否则看起来和在家人一样，都是为了三餐做事情。事情如何才能办好？大家要互相合作，不是用话来耍使人，这一种要避免，要好好讲，讲清楚。以种花为例，不知道的做一次给他看，否则事情做不好，又起烦恼。有的人说话令人起烦恼，不能安顿人的心，令人不知怎么好，又要别人听他的。其实他听不听别人的？结果他就在那里心烦闷，起烦恼，解不开。心若清净，就有精神，做起事来有活力。看你们很有精神，在家人穿的那样，却是很懒散的样子，做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同修师兄弟间，吩咐他人做事时，要依佛法，互相客气，不是用命令式，如父亲命令孩子，或耍性子。处事要谨慎小心，凡事皆有因果，能吃的东西给扔掉或放坏了，都逃不了因果。因果丝毫不爽，谁也替不了谁。个人生死个人了，个人吃饭个人饱。做事情是在训练我们的头脑，有事做才不会打妄想。做事不要计较，看到没做好的捡起来做，
做事功德是自己的。如果讲别人，那就是又造口业了。做事情不是替谁做的，是为消自己的业障而做。出家的好处，你们还看不出来，还不知道。这些业障如果不消，就都会挤在临终时出现。外表上看，出家人好像也只是吃3餐，做些事。其实，出家就是要去除这些贪、嗔、痴，及消我们的业障。例如，在擦椅子时，师父说再擦干净点。你们会想，已经擦得很好了，怎么还这么说？这种想法是俗人的见识。修行要直心，要说好，我再擦好。这也是在考验你们的心，所以修行贵在直心。修苦行，即是在洗头脑，换种子。要少用头脑，但不是说不用头脑做事，而是说遇到事情做过了就好，不要再去分别你我是非。对人也是一样。比较率直的人，智慧容易开。做常住的工作是没有条件的，不要做得怨天尤人。常住即慧命所寄，有常住才有我们。我们当为常住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不计生命安危。一边工作，一边念佛，就会感觉到有地狱、因果、轮回等，才会警觉应该赶快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东西好的，不要把它变成不好的，这是指常住的东西，使用物要尽量保存，使用得宜，不要无心或故意把它放坏了。修苦行是要锻炼自己是否能舍身。这个身体是假的，一定会坏，再怎么补也补不好。修苦行是要培养这个愿，看有没有这个愿。业障少的人，愿力就会发出来。诸佛菩萨成道，就是依这个誓愿。做事情就像在玩游戏一样，若无其事，但心要有主，不要被外境所转。我们要舍身为常住做事。如果太爱惜身体，就无法修福，反而被臭皮囊骗走。尽守自己的职事，如果好吃懒做，不尽职，福报用完，业障一到，自然而然待不住。在家有苦，出家也有苦。在家所受的苦没有目的，而出家受的苦是要了生死，不受轮回。我们修苦行就是要消业障，所以对于自己的言行应多注意，免得带业障来，又带业障走。
不要怕得罪人，自己的执事要做好，该说的就当说，不要做人情，免得落因果，失人不失因果。有什么不知道的，应该问师父或师兄，不要怕丢面子而自己擅作主张。今天我们出家是要修行，了脱生死，不是来享受的。修苦行就是磨练我们的身心，能够使我们没有我相，没有贪嗔痴，达到身口意清净。做事要心甘情愿，才会开智慧。以前在大陆丛林出家不是那么容易，刚出家要先出外坡做苦工，做到某一阶段再领执事。以前大陆丛林，只要有人犯错，知客师也不用多说，把你的姓名写在布告栏上，你自己看了就得走路。现在知客师说你，你还会和他吵架，真是差得远。做事情要用头脑去思考，不要人家说这样做就一成不变地去做，要有判断能力，否则岂不就像一只傻狗，人家丢了一颗石头，他不知丢的是什么，就跟着去捡。拿笔的大博士虽有学识，但不见得就有的吃，而拿大笔的，也就是拿锄头的，只要拿得稳，一定不愁吃的。做事要有耐心，把环境擦洗干净，也同样要把自己的心洗涤清净。边做事边念佛，不要放逸，不要让意识跑走了，才能达到身口意清净。执事人关心我们，才骂我们，纠正我们的错误，这就是我们的善知识、指导者。不要人家一骂，烦恼就来了。修行谈何容易？要想当一个修行人，不是那么简单。现在我们只能说做苦工、苦修而已。我们贪嗔痴慢疑未断，现在只是磨练我们的心智，等断了这些，那才入道。修行就是要吃亏，才会有进步。做事不是为别人做，也不是应该做的，而是为消自己的业障。大家在一起做事，若有人不会，我们来教他；若他做不好，我们帮他做。不要分得太清楚，他不做，你就起烦恼；他不做，你自己来做。要有慈悲心。
如果执事人教我们做事做错了，我们也不能去反驳，顺着他的意思去做，自然就会悟出真理。修行的路程要越苦，才会开智慧。不是希望别人对我们好，否则和世俗就没有两样了。人家叫你这样做，你就这样做，头脑也不会去想别的花样，这样比较好修行。如果你将地扫干净，师长硬说你没扫干净，这时你若和他辩，这就是再加性子。若你能接受，说好，好，我把它扫干净，这就是修行。信徒拿东西来供养，是来求福的。即使是供养一根草，我们也要以欢喜心接受。如果拿好东西来，我们为了这些东西起贪念，则不能悟道。如果拿坏的东西来，我们把坏的煮成好吃的，则福慧双修。如果没有适当处理，反而批评人家拿这些坏东西来，自己起烦恼，并且造口业。修苦行，不是一定要做很多事，做事情是磨练自己的心。做事不能急，慢慢来。做久了，自然熟悉，就会开智慧。事情应该怎么做，不是刻意绞尽脑筋去想怎么做，而是一看到就自然知道怎么去做。在家人整天忙碌的工作，就是追求名利、声望，想在物质上得到享受，吃好、穿好、住好。而出家人工作，是为了训练头脑，工作不求做多，也不用急，更不是想得到别人的赞叹，也没有在追求什么。急性就会无明，丹田也会无力。修行要靠自己去行，像一杯水，当你未饮之前不知其味，饮了之后就知其味，所以要去行，才保证真实。要有菩萨的精神，要做一位菩萨，不可以自己好就好，不管别人死活，应该把别人看得重要，自己没关系。要利益他人，如果只利益自己，无明烦恼就会一大堆。做什么事情才算是修苦行？就是一切都不计较，日常生活不起分别，就是修苦行。自己的执事，自己量力而为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不必请人帮忙，因为各有各的执事，自己发心就自己做。如果麻烦别人，说不定
会使人起烦恼。如果他自己高兴帮忙做，那就可以。做种种事都是修行，不必计较。在家时，什么事都依赖父母，不知天地几斤重；而出家后，都是师兄弟，个人领个人的职事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较有独立性。做事情要有计划，不能随随便便草率了事，要把常住的东西做适当圆满的处理。例如一棵树，没有给予适当的种植，误把它糟蹋了，那我们就有过失。执事要一步一步、一级一级的按规矩来，不是统管的。若执事都会做，则到哪里都自在。做事情是在磨练我们，做事情如果用心，则会专心。一件事如果会专，则其他事也都会专。边做边念佛，同样的，一理通则万里彻。看做事情就知道，做事专心用心，则学佛念佛也就专心用心。最后自己会有这个直觉出来，则工作中哪里不干净也会知道，就是地上一粒沙也会感觉到。即一件事人家说了，就知道该怎么去做。从无始以来所带来的业，善念少，恶念多，所以我们的自信被盖住了，发不出来，因此有妄念、爱睡，无法与它抵抗，这就是业障。所以要做些事情来调配，修苦行，消业障，才不会想睡想吃，去掉坏念头，才有正念，烦恼才少。否则是到处听，听得乱糟糟，烦恼都没处通，没办法疏导排解。修行是做人不愿意做的，勇猛精进，不是和人计较，这是不是我应该做的？斤斤计较，就和社会人一样，做人不做的，才是修福慧。修行不是用算的、计较的。如果在工作时还知道我在做什么，还有感觉，这只是修福。如果工作时没有我在工作的念头，也就是没有什么感觉，这就与般若相应，以及身心世界皆能放下。听执事人的话，不要故意刁难执事人，大家同心协力。修行就是要做，事情做下去之后，慢慢有善根跑出来，业障消除，善根就会出来。不是说修这个该他做，我们不帮他做，这是
奥兴。修是修解脱，头壳的精彩。精、清、明才是解脱，不是说叫你们一定要做哪些事，而是要让你们头脑会通洗好精彩。有的人愈做愈唔情愿，这是歹行。做事情不是在分会做不会做，而是要起欢喜心，愿意去做。如果分我会做你不会做，就会竞争起烦恼，说我扫得那么干净，给你乱扫一通又弄脏了，于是我脸朝这边，你脸朝向那边，两个人不说话，都起了烦恼，心里就想，在俗家时还可以去旅行，出家这么辛苦又不自由，真歹命。做事情也不是一直要追求做得很完美，例如打扫干净了就很高兴，如果弄不干净就起烦恼，这样即使让你打扫得再干净，这个心还是不会干净。当年老和尚在大陆深山潜修之后，回到寺里常住。有一天，大殿功德箱的香火钱丢了。当家师和香灯师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举寺哗然。老和尚没回寺以前，从来没掉过香火钱。老和尚回来没多久，全寺赖以为生的香火钱居然不翼而飞，而且让大家联想到的就是老和尚每天夜间都在大殿里坐禅。如果说有人动手脚，第一个知道的应该就是他。既然他没有反应，那么偷香火钱的会是谁呢？于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了。从此整个寺里上下，大家虽然都不明说，可是只要一进大殿或碰到老和尚，没有不以白眼相向的。古人说，万夫所指，不病而死。老和尚在众人默病之下，一句表白说明的话也没出口，一点不满怨怼的心也没起。就这样度过了1个多礼拜，大家仍然怒目相待，老和尚依然如沐春风。这时候，当家师和香灯师才出来讲话，揭开这段公案的谜底。原来香火钱并没有掉，这只是当家师和香灯师想借此事来考验老和尚，究竟他在山上潜修几年之后，历练出什么样的人格来。没想到老和尚居然在众怒之下如沐春风。经当家香灯师这一表白，大众师都自觉惭愧。这1个多礼拜，天天怒目所向的，竟是一个人格完美、超然物外的道人。大家除了升起一份愧疚不安之心外，倍生一份敬佩赞叹之意。而老和尚却依然故我，不为毁誉得失而动容。
我们的无明就像云一样，有时会将日光遮住。凡事要从无明修，不起无明火，不生烦恼，不嫉妒人。如果嫉妒别人，会堕在三恶道中，来生不知是否能再得人身。所谓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中土难生。参是要参坏的，不要因为被人打击，就觉得他是坏人。其实他是我们的善知识，就是把我的头砍掉，我也要度他。要修到不生不灭，现出我们的本性佛性，参人的坏处来修正自己。如果要省却烦恼，凡事当随从大众或他人的意见，不可固执自己的看法。只有自己的事情才可以依自己的意思，这是忍辱的方法。那些往生西方的人，都是念佛专一，而且能忍辱吃亏的人。论人的是非曲直，心里不平，起了烦恼，那就是自己的错，自己的过失。不要去管是非曲直，一切忍下来，心里安然无事，这才对。自己也无犯过失，这是修行第一道，也是最上修道之法。师父不在时，遇事敬缘，要记得师父曾说过的，要忍，爱令，心安无事，这是最好的一帖药。只有那些不开化、不明理的人，才会把不实在、没有的事情拿来起妄想烦恼，这也是一种妄念愚痴。一个人对事情，不论是好是坏，是对是错，嘴里不要乱说，肚子里明白就好。嘴巴叨叨不休，没事也会变成有事，最后总是会害到自己。那些没事叨叨的人，切要注意，这样最会惹事。别人的行为好，我们心里不起欢喜贪着心；行为不好，也不起憎恶心。要好好按捺这个心，不起烦恼。别人不好，是别人的习气，那是别人的事。如果我们拿来起烦恼，那就是自己的愚痴。这样，不论事情是好是坏，能保持这个心不动，便是忍辱。能够冲破这一关，以后无论什么事，就比较不会起烦恼。这点切要好好学，好好磨练。如此，业障自然消除，身体自然也好起来。我们自身的光明，要像太阳光一样，对万物一视同仁，无物不照。好人他也照，恶人他也照。好坏是别人的事，
我们总要平等慈悲。若是与人计较，则自身也是半斤八两。佛法是圆的，是可以权宜变通的，并不是有棱有角的。总是要宽怀大度，自身的立场没有过失，别人要怎样，那是别人的作为，与自己无关。修行就是在训练我们做人和做事的态度。那些腻在父母身边的人，比较不能成长；而那些离开父母的宠溺，在外奔波的人，反而能练成大人的气魄。就像溺在母猴怀里的小猴，有时会被母猴抱得活活闷死；而那些独立跳跃在山林的小猴，反而活得很好。修行要在最困苦、最不好的环境，越是能忍入，越有境界折磨，才是修行最佳的环境。在家人分别善人、恶人而起憎爱，而出家人对善人是如此，对恶人也是如此，一律平等慈悲。于好不起贪着心，于恶不起憎恶心。那些刺激我们的，才是我们真正的指导者。入寺没有刺激，便没得修行。不可起憎恶心，来分别那是恶人，是坏人，是我们自己不够那个道行来接纳对方，不够那个涵养来与人善处。错是错在自己的耳根、眼根的分别业识，这便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气。我们就是被这些习气障碍住。有功夫的人，耳朵不听人的是非，眼睛不看人的善恶。人家毁谤我们，骂我们恶人、善人，都当作没听到、没看到，收摄六根不外持。只有那些没功夫的人，才整天窥伺他人的是非，斤斤计较。寺庙是个十方道场，十方人聚集一处，一个人一个样子。我们要自己去应付这个环境，不可能环境来配合我们的意思。在家里，甚至父母都不可能完全顺己意，何况十方人，处处要能忍，能随顺，心才会安。出家就是要在恶劣的环境中修，那些好的、快乐的顺境已经不必学了。修就是要修这些坏的、恶的，这些逆因缘会启发出我们的智慧与知识，成就我们的忍辱行，让我们处处无挂碍。当我们的智慧发展到某一程度时，就能折服某一程度的烦恼。所以，越是会修行的人，越是喜欢在逆境中修。我们出家的意义，就是要了断恩怨，
要怨亲平等。对恶人、有冤仇的人，我们要平等发愿，度他们一起成佛。这样，我们才会起平等慈悲心。修行就是在修我们这忍耐性，修这种种逆境。凡事要能忍，才是修行。舒适顺意的境界，有什么可修？就是要在横逆的环境中去磨、去修。万般事总是要顺别人的意思，事事忍辱，最后终会有好处。如果再分个我是他非，烦恼就惹上来了。事事逞能干，样样要占上风的，最后都会失败。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学生，样样比人行，不接受他人的话，那么这一生是不可能再有进步的。知识分子总是在思想上转不出来，被自己的思想所缚，而其我慢心。那些越是能干、越是有才华的人，越是要卑下谦虚，要以大慈悲来待人处事，才不会失败。人家侮辱我、欺负我、占我便宜，如果我们能忍下来，不去斤斤计较别人占我多少便宜，也不去挂碍他，这样不但宿世业缘消除，且当下便能平静无事，又能增长智慧，延长我们的寿命。什么事都要学习放下，不要执着，不要样样记挂在心。自己了生死才是要紧的事，不必去理会别人在演什么戏，否则自己跟着起烦恼，一起堕到三恶道去。出家主要在演忍这场戏，演得过就是佛菩萨。师父在时，要好好体会师父的意思；师父不在时，自然有人会领导大众修苦行，智慧自然会开出来。最重要的是要修忍辱，能忍辱，则智慧生；智慧生，则无明尽。别人说我们，不论自己是对是错，还是被冤枉，都唯唯诺诺，以不变应之。心中不起烦恼，则智慧生；若是执理与人辩白，则无明其矣。别人对我们越是不好，我们越是要发慈悲心，善待对方，要对他越好，越要度他，不可像俗人一般起嗔心，结冤仇。出家人心要无嗔。修行人就是要在这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的业事顺逆中求解脱。无魔不成道，成佛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？不经苦行，不经魔障，如何去历练无明烦恼？
修行人就是在修魔障，唯有冲破魔境中的无明烦恼，才能得到解脱。也唯有舍下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心无挂碍，才能得到清净解脱，才能显出菩提心来。所以修行人不能怕魔障，不能贪图安定顺境，那样是不会进步的。要达五蕴皆空，必须持戒、忍辱、勇猛精进，改脾气和个性，必须打破无明，一切随缘都好。如果起无明烦恼，人我斗争，那就可惜了。既已离俗，一切得依出家人的法门修六度。若不能忍辱，不能舍弃比较胜负的世俗习气，一切言语事物中怕吃亏，怕被人占便宜，起人我争执，仍是俗气未脱。既已出家，当思解脱之道，以了生死。多念佛，种西方莲池的种子，切不可随他人的业障烦恼而转，否则业障越搅越深，将来堕落的也越深。我们出家受戒，是要除去我们在世俗社会中所熏染的习气，革除贪念，修忍辱行。不可再以人家错我对的观念来处事待人，那是一种社会习气，必须改掉。如果人家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可以听一听，拿来做参考。如果说的没道理，那就把它放一边，不起烦恼。这就是一种忍辱智慧。否则，若起我是人非，就是胜负我执的心。凡事一定要占上风，无明烦恼便升起，这就是一种愚痴。事情来时，我们依当时的情况，斟酌情势，当面应对。但事境已过，便须放下。若再提起论是论非，批评好坏，便是造口业，就是我们的过失。别人好坏是别人的事，我们不必把它带到我们心里来烦恼。忍辱是修行之本，戒律中也以忍辱为第一道。忍辱是最大福德之处，能行忍的人，福报最大，不但增加定力，而且能消业障，开启智慧。在家人的习性是，凡事分别是非、曲直、对错、争长争短的恶心相向，出口如剑。而出家法就不同了，出家人要忍辱为本，慈悲为怀，事无分是非曲直，甚至无理的事情，也要以婉转慈悲的心，学忍辱吃亏。一切能容，才是出家人的德量。我们修行，便是要修
六根对六尘所起的分别烦恼，分别善恶、好因坏因种种等。这种分别就是六根不清净。修行就是要修这些分别烦恼，直到六根对六尘没有分别，才是六根清净，才能五蕴皆空。譬如说，别人骂你，那是消灾；给你不好的脸色看，那是罪上供养。要没有分别，反而觉得如获至宝。你看，弥勒佛、布袋和尚，他有多大的慈悲度量？如果一个人没有度量，吃不了一点亏，受不住别人的一两句坏话，就是没有修行。西方不是普通一般人都能去的。烦恼恰如一阵风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无可捉摸。心里有事，就会出毛病；心中无事，一切不会出问题。出家人要忍辱，要修无我。如果无我，则无真，也不会去分别谁好谁坏。对众人，就像对一个人一样，没有分别，一视同仁，没有再计较我是他非。如果有一个我，那有问题的事情还多得很。当我们论说他人是非时，不是他非我是的事实，而是我们的耳根、眼根在纳受分别外物，是自家贼在劫功德财。我们修行就是要守住六根门头，别让它在声色上追逐，这样烦恼就进不了门。时时紧闭六根，耳装聋，听若无闻；眼装瞎，视若无睹；鼻不减香臭，口不挑精粗；耳不贪美言，眼不贪境界。自锁家门，锁自家六根门头，专意念佛、拜佛、看经、静坐，打扎自身的功夫，哪里还有闲情对外攀援？不要看别人对不对，要自己多反省，看自己有没有做好。修是要修自己，依法不依人，要恭敬三宝。只要是众生，都会有错，但他哪一天忏悔了，就能改过做好。四生都有佛性，有的胎生很灵通，比人类更灵，只是他不会讲话而已。不可两三人交头接耳，结党私语，背后论人是非等，否则容易让大家不安，造成闹众。出家后，什么事皆以忍辱为重要。会说我们的，都是我们的指路者。没有他们，我们不会进步，不能成就。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这么辛苦了，还这也嫌那也嫌，没一样对的，干脆回去好了，走好了。但又不知该走到哪里去，又不能嫁人，这样反而更痛苦，
好像活在火地狱。都是有个你我在争，看能不能修到没有你我这种境界。要修忍辱，忍是我们修行的根本。如果不能忍，则徒具出家人的外表。不要常以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，这样就不能修心。自己有烦恼，要自己解脱，把师父开示的话拿来应用来解。不是师父说一大堆，而是自己能够灵活运用，拿来转。烦恼生气时，不要执着追究烦恼是哪里来。若执着，则心不开，不能安心办道，往前进。什么事都要看得破，放得下，还是把阿弥陀佛挂在嘴边，才是最要紧的。好也笑笑，坏也笑笑，好坏是分别出来的。如遇高兴欢喜，就问自己，是什么人在欢喜？如遇烦恼，就问自己，是什么人在烦恼？遇有烦恼，或有什么不好的念头，就对自己说，又来了，又碰到了，要念阿弥陀佛。又说，烦恼快走，没这回事。这样自己以心治心。在修行过程中，生了烦恼就不好，要没有烦恼才好。要怎样才能心安？就是要无心。心本无所住，找不到心，心原是尽虚空遍法界。西方在哪里？在自己的心中。心中无事无烦恼，就是西方。不要随着外境而去，六根要守住。任何横逆，就如同钱要让你赚，而你不要。进来了，你不修忍辱，反而起烦恼。什么事都忍得下来，才会进步。即使是自己对，也要向他忏悔，那就是你的功德了。我们都带业而来，还有很多要修的。譬如一个世界，当作一粒沙，有恒河沙数的世界，每一个众生都可到西方。要悯怜一切众生，想到他们也跟我们自己一样，也是来修行、来种善根的，对他们要发菩提心，即是慈悲心。不要有骄慢性。要讲别人之前，先和这个心商量一下。出家至少要没有烦恼，处处能自在。讲话要简单，不必要的话勿多言。不用多看经，看多了迷迷糊糊。凡遇到什么事，都一句阿弥陀佛。高兴也好，烦恼也好，要远离是非，也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要静下来念佛，念到睡着
也很好，一念能超出三界，又一念到西方。修行要眼假装没看到，耳装没听到，老实念佛。现在你们都是眼睛睁大大的，仔细看着。修行要人家越不认识越好修。这是前世修来的好因缘，才会你出家，我也出家，一起修行。出家修行要大家和睦相处，你好，他也好，大家都好，不是和在家人一样，谁好谁不好，这就有爱情爱别。修就是要修这些，冤亲平等。我们累世所造的恶业，比山还要高。今生出家修行，就会现前。所以有时候觉得出家后业比在家多，我们要有力量跳得过去。如果不服烦恼，反而又起心动念，那就又造新业了。出家了，如又分别计较，就是斗争。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烦恼。以前在大陆，是要看哪个越有修、越有根基的人，特地去试他，故意用那种无理的态度去刺激他。有时看他事情快做好了，偏再去破坏或打他一下。要看根基到哪里，才能试到哪里。否则对没根基的人，只有徒增他的烦恼。在台湾是行不通的。一般女众从父母身边来，扭扭捏捏的习气还在，用的方法都是世间法。要认识坏的，就是好的，否则每一个人都有一肚子的烦恼，怎么去修？就是从这里去修，才能去除烦恼。如果每天就只是这样做做吃吃，而不去悟道，则到老来还是一样。而他也说他在修行，可是脑子里还有很多烦恼。打击我们的，你以为他是坏人，但是在修道来讲是有帮助的，内心要感谢他。那是西方钱，你不会赚，反而跑去哭。没根基的人，烦恼一大堆，即使你跟他解释，也是听不进去，转不过来，烦恼不除，正念出不来。听话要会听，要听闻佛法，不要听俗气话。前者是解脱的，后者是是非。不要还有相，有个我相，计较你我相，是坏种子。听话要对的才听，如听无理的，则会影响他人，也会受因果。出家要在大丛林人多的地方，不要只有3、5个人，人多才有坏的可参。那些坏的人，
才是我们的指路者，这样才会进步。祖师大都出自厨房、种菜等，在最没人注意的地方、最没重用的地方修行。有的人在说别人的是非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不是他故意这么说，而是无始以来所带来的业习使他这么说。修行人是境遇越坏越好，出家和在家不一样，出了家是越苦越好。修行道路上有很多和世俗不一样，不是争对不对。以前有2个徒弟打坐，一个做得很庄严，一个做得东倒西歪。可是师父拿起鞭子打那个做得庄严的徒弟。要是现在的人，马上起嗔恨心，生烦恼了。但那个徒弟很惭愧地请师父开示指导，修行不是争对不对，而是要有这种功夫。做对了，人家说你不对，你也能接受。有相看得到，无相是我们要有坚固心，是非装不会，不要被渡走。受了别人的攻击或批评，我们应当忍受，即使是被人冤枉，也得忍受，还要感到庆幸，并感谢人家。忍辱即是智慧。乐意接受别人的指导、劝导，不可违抗不服，或分派系、勾心斗角。起烦恼时，不要和这个说那个说，说来说去惹是非，最好多礼佛解烦恼。修行要扫除4相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看到别人的缺点，不要起分别心，应先观察自己。人皆有佛性。打妄想或烦恼时，要赶快停止，继续念佛。如妄想继续打，就不要去管它，还是要念佛，才不会退失道心。修行一定要在大丛林人多的地方，这样才会磨练出好的人才。如果是1、2个人、3、4个人在一起，就没有磨练的机会了。不可2人单独讲悄悄话，讲来讲去就结党分派系。出家就是要舍身，人家怎么骂、怎么侮辱都无所谓，去掉我相才好修行。夸我们的、赞美我们的，那都不是名师；骂我们的，不管对与否，这才是真正名师。刺激我们的时候，就是在成就我们。当我们受到刺激时，总会想：这么瞧不起我，我就做给你看。拿出这个志气来，成就已在望。不要光看别人的过错，要常常看自己有无过失，
有则改之，才不会与道相违。我们从无始以来所造业障如山那么高，而今出家修行，就是要消我们的业障。若不好好修行，反而造业，说这个怎样，那个怎样，这座山就越堆越高，永远无法跳出生死圈。出家和在家不一样，出家没有说对不对，对也接受，不对也接受。若能如此忍辱，道心才会坚固，慢慢就会去我相。大家评论谁比较好时，自己不要参加意见，心里明白就好。要发宏愿，别人都先成佛，我才成佛。简单的说，凡事帮忙别人，助别人安住其心，安心办道，把所知道的说给别人听，令他增加智慧。他人先成佛，而我才成佛，不能有嫉妒心。随人之性，合人之性，不能生丝毫的嗔心，否则不能入道。若真心想修行，是各自的福气，故应福慧双修。要把旧业消掉，方法是拜佛、念佛，做常住的工作，不计较。若计较，则生烦恼，急造新业。别人和他结恶缘，我们不要受人家影响，也和他结恶缘，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，心要有主。我们要广结善缘，未成佛先结人缘。若自己对，而别人硬说你不对，你也要忍受，也要向人忏悔。凡事承认自己不对，就不会起烦恼。修行就是修这个，否则钱要给你，你不赚，就是说境界来了，你不知道修忍辱，反而起烦恼。修行不讲是非，不讲某样的代志，说是非就失败。出家做事与社会差很多，社会是追求名利，我们是修身口意。话像一把刀，一句不对，可害多少人。言多必失，少说话，多念佛。如果别人把做不好的事往我们身上推，也要忍。以前人家说师父怎么没把饭煮熟，叫人怎么吃？师父默然不变，这才是功夫。如果有分别计较，就不会安定。不是他坏，是我们不会修，因自己怨恨、烦恼而不安定，是你自己不安定而怕。怕与不怕，就是安定不安定。不怕就安定，怕就不安定。怕是自己在怕，别人也没在怕，
是自己修不够，自己的心没有主就害怕，怕多了就生烦恼，心不安定也就会没道心。什么事都要用比喻的，过了就没事，才会有正念。如果有人想害我，我们要想，大概过去我害过他，所以才这样。我不能再和他结冤仇，我要度他。凡事都有因果，一针一线，一句话，皆有因果。人家在讲我们的是非，修就是修这些。寺里也会有是非，形形色色，看得会害怕。会修的人就会想，等我修好一点来度他；不会修的，则会和他结冤仇。凡事都说自己不对，说忏悔，请教我，而不起烦恼，就是无我相，就不会有坏念头。一个人不是坏，而是习气。每个人都有习气，只是深浅不同。只要有向道之心，就能原谅他，不要把他看作坏人。修忍辱波罗蜜，不是说我要忍辱，也不是感觉自己在忍辱或压抑自己，这还有我相，而是对境不觉得，这才叫做忍辱。如人家骂你时，你不觉得人家在骂你。凡事都要忍辱。人家管我们，不论好坏，我们都接受，拿他的坏处来回光返照，不被他转走，忍下来，自己六根中会分析出事情的真相，慢慢智慧就会开。不要说好人坏人，要把坏人拿来修，好的就好了，哪还要修？就是要参那些坏的，拿来当借镜。阿弥陀佛，多念一点。若人家不好，你不会拿来修，则让他渡走了，为他起烦恼。人都有优缺点，人家好的你没得到，坏的你却得去了。我们看到人家不好，把它当作一面镜子，他不如法，我们可要如法。以后你们如果在外面有听到别人在批评我什么，你们不可以跟他们辩驳，因为他们批评的是我，不是你。
才去闭山闭关，这才有保障，有成就。在家女众弟子向这边走上来。老和尚突然对身边的弟子说：“那一位年轻法师有一点危险。”弟子们看不出什么道理来。但是过了2年之后，大家才知道，这位年轻法师
到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后，竟然在日本还俗，就此不归了。女众业障较重，但会修的，就此生即可解脱。不要太爱惜身体，否则贪念一来就散乱，无道心。要好好苦志修行，来世转男众生，沙弥出家，来做圣僧。佛也是人去做的，不会修，照样堕下去做畜生。要誓愿做佛。女众对年轻的男众法师应该恭敬尊重，但如果去跟他说些东拉西扯的闲话，则我们会有过失。我们要庄庄严严地恭敬佛法僧，如看到认识或不认识的法师，我们庄重地说法师阿弥陀佛，则我们得到利益，而不可轻慢地认为我们是女众，你是男众，不可以来缠我们。不是这样哦，我们恭敬法师，他如果本来是心猿意马，把持不住，则因为我们的恭敬，他自己内心会惭愧，但不是惭愧给你看，这是无色相的。这样男众法师也会得到利益。身为女生，能出家，得遇善知识，又有安定的道场，应该感到万幸才对。应该赶快修，改掉自己的脾气，改掉不好的念头与观念。女众感情重，不要再来那些爱情爱别离，喜欢两个女众常在一起，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好？要分开，要远离一点。如果执着下去，就是邪了。男女众讲话不能面对面，拿东西不能直接接手，师父是有定力，否则即使相距100步，也嫌太近。你们现在的正念都还不够1/10，还很危险，要多注意。在男女众道场，男女众一定要分清楚。动物交配有季节性，其他时间则不会。而人的习气重，随时随地都会发生。不要看他外表斯斯文文的，女众应当自爱，而男众无事不要到处逛。女众要尽量避免和男众交谈，我们是凡夫，男女众应分清楚，保持距离，以免障道。男女众要分清楚，即使活到100岁也是如此，除非已开悟正果，有定力，否则容易出毛病。在台湾还好，女众能出家，
要不然女众在社会上只有堕落下去。来出家再怎么没修，不杀生，来世呢，看能不能转个人身，再来修行。女众出家都不容易，何况要到别处参学，所以要参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女众出家以现大丈夫相，等于半个男生，不可常现女态，否则不但习气未改，反而令人起心动念更加造业。现代男女众出家，散乱心较多，我们道心要坚固，不是拿佛教去和社会比赛，办种种活动，僧俗男女夹杂不分，坏念头一大堆，容易退道心。
还很危险。要知道，你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受考验，只能像照顾小孩一样，慢慢让心安下来，才能修心。你们一定要守规矩，大陆丛林是很严的。不要想到外面参学，现在一般的都俗气重，争名夺利，好的学不到，反而把坏的带回来。现在出家人能吃苦的很少，不知道出家人必须千辛万苦去求了生脱死，也不知道为何要修道，要如何修。修道人需吃苦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才能成道。现在人不知如此，怕吃苦，怕拘束，便自己去盖寺，结果不能同理大众，实在是自己还不知自度，怎能度人？我们要吃苦来修，不可为贪享受来出家。被称赞而不会起欢喜心或共高心的人，我们才能称赞他。越是当大法师的人，越是处处要谨慎，在任何时候对人都要尊重慈悲。事事都要能明理，随顺人家，才能指导人。否则自己都不能明理，怎么指导人？我们出家人要以佛法、佛理、
来指导教化别人，否则就是修给快，就是世俗的样子。事情不能随顺人，就是没度量。牛虽然很劳苦，但不知离苦。做牛是因为以前做官不清白，这一世来还债的。如有人做官，把钱拿出去飞到国外，最后来台湾当牛，一世做官九世牛。牛有2只脚，老虎也会怕牛。老虎是直直的，牛会转弯。牛做事做久了，慢慢的有一天也会有决心。譬如犁田时，还会教我们转弯。有一个人不会犁田，却装会，他乱拉那只牛，后来那只牛一生气，就把它抛得老远老远。师父开示是针对大众，不要以为是在说谁错而生烦恼。如有错，私自承认忏悔，要反省改过。常执着就会起烦恼，自己烦恼不说，还染及别人，扰乱大众，否则怎么说同理大众？要先能治家，再治国，有德行最要紧。大家出家做什么？就是在修这个行，修本来面目。要看师父种种自然而现，而生觉悟。听后要去体会，不要听过就算了。不要有我执，如有我执，智慧不会开。如有共高我慢之心，会障道。先治家，再治国。家比喻是自己的习气，无明烦恼坏种子。国比喻是大众，也就是要先除去自己的习气无明烦恼，再以自己的德行来感化人，同理大众。承天寺是十方道场，外来的出家众如果能守规矩，都能住下来。我像一块桥板，我先走了这段路，铺了这一块桥板，让你们走。我不敢说我教你们，只是以我的出家过程经验告诉你们，互相研究而已。出家人是讲慈悲的，不是用世俗法来管人，要以行为来做给人家看。说话要看个人根基而定。例如，我们对有根基的说，有了过错能够忏悔，罪从心起，从心忏。那这个人虽有过错，但经忏悔则清净，不再犯过，能把心用在道上。对没根基的人就不能这样说。如果对他这样说，他会认为反正做错了，忏悔就好了。这样他永远没有办法改过，永远在忏悔。出家人不分拜谁为师，只要能守寺里的规矩，大家都一样。
大家都是佛弟子。如果分得清楚，你是外来的，我是怎样怎样，就不是出家人。出家人只要能好好依戒修行，修行得好，到哪里都会受人恭敬，天龙八部也会拥护你，十方丛林皆可为家。对来挂单的人，不能有分别心，讲人家好坏，让人家不好修，只要他遵守规矩就可以。某甲有吐痰的习惯，常常到处吐痰，而某乙有疑心的习气。有一天，甲在乙前吐痰，乙疑心甲瞧不起他，结果两个起了冲突。丙知道他们的习惯，前来和解，从此两人都改过，甲不再吐痰，乙不再疑心。一个人的习气如果不改，会给自己添麻烦，疑心会对自己不利，会障道。当我们知道有人起冲突时，应该帮忙双方和解，不可再加油添醋，否则事情越闹越大。修行修得好，自然有人拥护你，不是刻意强求来的。如果有一个人修得好，其他人也会沾福。一人有福，带满屋，而且人人也会起勇猛心，向他学习。每个人都想修行，一起共修，大家要互相勉励，否则如果起是非、嫉妒、愚痴，大家都不安定。以前大陆丛林修行，个人公事办完，办私事，个人在房内念佛、看经、静坐，20-30年，不知道灵丹住的是谁。纠察师、知客师很严，看见无事串聊者，马上查问，打香板。大家哪有闲时间说闲话呢？有人前来问难，对老和尚说：“你们佛教叫人修行，修行会有什么成果呢？你现在拿出来给我看看。”老和尚指着庭前的一棵花，就问他：“那是什么？”这个人回答说：“那当然是一棵花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好，你既然说它是一棵花，那么你现在就叫它开花给我看看。”这个人无言以对。这世间就像一场迷梦，所以什么都要看破。不但财不能贪，贪财，痛苦就随之而来；名也不能贪，贪名也是苦。娑婆世界没有一样是我们可留恋的。我们出家人舍下世俗的一切，粗衣淡饭修苦行，做常住的事，利益大众，心有寄托，则妄念不起。
业障自消，心无挂碍，一天过一天，这就是修行。修行是舍下身心，修一切功德，行菩萨道，发菩提心，发大愿力，初一淡饭，活一天就修一天的行。今天不必挂碍明天的事，万事随缘。如果我们自心安定，则自然没有事情。每天心定神足，心无所求，随缘一天过一天，心里自然平静法喜。这就是西方境界。西方何处求？西方就在我们的内心。反之，心若不安定，则常常会有事情发生，到哪里都不会安定。现在寺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贪念，而且每一位都很尽心自己的职务，都很为常住努力，所以护法诸天都在拥护我们。否则师父每天就坐在这里，自自然然的，也没有做什么佛事，凭什么建道场？而且大家都能平平静静的修行。照目前这种情况下去，对承天寺会有个好处，就是在未来的劫数变动中，承天寺能免过这个劫难。你们拜我为师，我给你们的是佛法。如果以后我不在了，你们仍依着去行，道心才会坚固，出家路才走得圆满。吃睡随缘，不必去执着佛没念没拜，这也是指我相。我们的衣食住虽然不好，但修行是在修清净心。我们心中没有什么，没有事情，每天就这样。是清净的地方，在家则是污浊恶事。空余的时间多礼佛，看经藏。今天我们能在这衣食住具足的道场修行，更应该加倍努力修行。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修行道场，不要再去想外面哪个道场好，否则心无法安定，就无法修行。出家人要事无所求，心无所住。大器晚成啊！自己有了一点功夫时，不要想出名。年轻出名，慕名的人一多，如果定力不够，尤其人的情欲高，万一碰上孽缘，是很危险的。行住坐卧应当不离佛。像印光大师、弘一大师这么有修行的人，都还要念佛，更何况是我们凡夫。应该把念佛视为第一要务。我们在世俗都已念过书，如再去念佛学院学讲经，会更增加爱情、爱别离苦的念头。世俗人把苦当乐，等到老来就怕死，
放不下子孙。而我们出家人虽然修苦行，边做事边念佛，日子久了会体会出有天堂、地狱、六道轮回，庆幸自己出家。佛念多了，智慧也就开了，就有所觉悟，到老时不怕死，还有个西方极乐世界可去。以后师父不在，不用烦恼，只要照师父的话念佛修苦行。对于六尘的好与坏，不用执着，要随缘。能在一天当中平平静静念佛、拜佛、做事，没有发生过失就好。不要想做什么，无过便是功。每天训练没贪念，不乱说话，讲话要讲佛法，求生西方。世俗的种子已经够多了，不要再讲这些俗话是非。如果有道心，慢慢修到40、50岁来无所挂碍，老尼姑这才有了一点自在，但还不是很自在。如果不悟道，虽到40、50岁，烦恼仍在，且一成颠倒。诵经、看经、念佛、说话，这是一天当中所必经的过程。话要少说，诵经、看经的时间不要超过念佛的时间，还是要以念佛为主。任运而行，随缘度日，任何事皆不超我心。所有衣食住行、是非荣辱，都冷冰冰放下，这样外缘清净，心中智慧自然开。平常心就是道，每天保持不起烦恼，不起欢喜贪着心，多念佛拜佛。对人不好也不坏，随缘和人结善缘，不攀缘。时时刻刻注意起心动念，有坏念头要马上提醒自己。修行要保持中道，不急不缓，细水长流。老和尚跟我们说他在大陆住山的故事。他说，当时我只带了几件衣服、针线、20斤米、火柴，在清源山找了一个石洞。这个洞有2个洞口，我将一个洞口塞住，洞内很清幽，又有一块石头，在石头上打坐感到很舒服。日落时，忽然有一只老虎以屁股先进洞来，我吓了一跳，大呼一声阿弥陀佛。老虎竟也被我吓到了，马上跑出去。隔了一会儿后，他又再度进来，我就对他说，山君你能不能把这个洞让我修行呢？还是你要吃我呢？我看老虎并没有恶意，就为他皈依。这就叫做心动心。
我无恶意，他也无恶意。第二天，他带来许多小老虎，在洞口游玩，走来走去，跳来跳去，显得很高兴的样子。这个境界非常好，就是吃素修道才有这样的境界。不要钱，才会有钱。心里包藏，什么都有，要用时就有，没用时就没有。这就是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有些人以为和尚这个称呼不好，其实要当老和尚可不简单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称为老和尚，必须是有道行，能度人，做方丈，建道场度众，并且道行与法师不同。出家人不要喜欢衣食住充足，若贪享受，则容易懈怠。出家更应该努力，看是否能了生脱死。受戒是修戒定慧，看是否能修到哪里都很自在，随处都可度人，到处受人恭敬。在修行方面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受到别人的欢迎，这是因为韦陀菩萨的拥护，所以到处受人尊敬。有修行的人不一定要自己发心建个大寺庙，有修行的人跑到深山里，不管有没有吃的穿的，都会有韦陀护法拥护，来建成大的道场。心若修得清净时，一触到境界，便能分辨邪正，心无动乱是道场。出家就是要修忍辱，如果计较人我是非，这还是属于世俗烦恼的生死轮回因，不是出家解脱的境界。而凡是能行忍辱的人，则智慧见明。当事情来了，一接触到，智慧就通，就知道该怎么做。所谓的智慧如海，便是由忍辱中磨练出来的，由此更能引发出神通。我们这个色身会生老病死，终有一天要丢弃，是没有用的东西。我们要舍身，利用这躯壳来修苦行，磨练它，不要太顾惜它，以去掉对这个形象的执着。一个苦行修圆满的人，他的心会照出自信的灵光，会照出过去的事情来。出家了，非比在家人，要看破名利，淡泊一切，不去攀缘。修行是自自然然的，你修到哪里，韦陀菩萨自然拥护你到哪里。要静心常住的事情，才能增加福慧，否则一辈子不能了脱。如果生死已经了脱，能弘法利生，到那时候，虽然我们不求名利，名利自然也会跟着而来。如果
我们能把这个心修得清净，那么临终时，这个心便投入莲花，由西方莲池自然化生，而不是经由父母精血而来的秽体。如果由父母体生的，还是有生死轮回。虽然我们现在生在娑婆世界，但是如果念佛，心净则国土净，心清净无烦恼无妄想，则也是净土。此是娑婆净土，心即是西方。出家人一样仍需要地利，但是要看道行。道行如果有修到那里，就能感化，则地理、人理、天理都包含在修行中。所以说，出家人修行是根本。受戒是受什么？是受忍辱。依忍辱修行是根本。照这样去做，到哪里都能感化人。修忍辱就有德恨，不但人见生欢喜，也可感化人。修行是要到哪里都一样，都能自在。修行就是要修这些。照师父的话修行，边做事边念佛，去除我执和法执，智慧才会开。智慧是无色相的，抓也抓不到。智慧开时，自己也不知道，碰到事情一动就知道如何去处理，这才是智慧。经藏在哪里？经藏在我们的心中，但这要开智慧才有办法。智慧不开，看经书是迷迷糊糊的。若智慧开，则看经书会觉得很熟，而且又会领悟出一些真理来。打法器、唱诵梵拜，这些都是自然会的，不是刻意去学的。智慧开了，自然而然就会了。人有生老病死、爱别离等八苦。如果有愿力修苦行，以后会有小神通，什么事到哪里都知道，自己会有所觉，自己就有主。现在承天寺来的人什么样子都有，但闹中取静才是真修行。有的人还跑去大马路旁修行，甚至车子开过去，他也没有感觉。要注意自己的心，要的是内心自然生法喜，不要因外面环境好而欢喜，要照顾自己的心，不要在意外面的境界，要修到我没有怎么样。凡事不是光用嘴巴说，或是去分别的，而是自己开智慧体会出来的。不要期望施主送东西来，不要依靠施主，只要努力修行，有了成就，天龙八部
都会拥护我们。三皈依要好好的去体会，是否做到了？如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智慧怎能如海呢？就是人家点一下就知道了，不是经书一箩筐，这毕竟不是自己的。行于外的经书，看到的能了解，没看到的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念佛念到某个程度，经藏自然在你心中，还是要老实念佛，才会开智慧。智慧胜过神通，智慧能辨别是非，了生死。修行要修到动静无挂碍，就是身在动时心不动，不被动转，而静时也没有静的念头。有念佛扫尘埃，莲花朵朵开，就是要提起正念，把恶念转为正念。出家人衣食住要能淡泊，眼假装没看见，耳假装没听到，像个傻人。这样修下去，韦陀菩萨会拥护你。你到何处人见如佛，如要建道场，马上有人拥护。修行要福慧双修，修到老实，福慧具足，人家自然恭敬你。要修到正念自己跑出来，那才好。一有正念出来，才会去分辨怎样才是正确的，知道怎样去修。修到了有正念，就会很清楚。耳朵听到好音坏音时，就会感觉到不顺好音，不随顺附和自己心意的好音，而能把坏音拿来修。穿这件出家衣服，要修到任何事不挂碍，不挂碍人情世事等一切，挂碍是多余的。修行要修到慈悲相，眼神让人看起来很和蔼慈悲。如果修得好，不管到哪里，人家也要找你，别人也喜欢和你讲话。修行要自己修，修到有体悟，悟到娑婆世界的苦，轮回的苦，悟到一条就是一条的智慧出来。即使自己知道，也不能说我知道，你不知道。有这种共高我慢的心态，我还不敢说我知道，我只是分析给你们听而已。智慧若开，则自己的习气、脾气就会改。佛菩萨化身来试探人心，大多化为乞丐或又脏又臭的，看世人的心是否有度量，肯吃苦。身口意清净，则事情一动到时，就会分析出正邪。
否则就会被坏的牵着跑。出家是训练收摄心猿意马、香味触法、衣食住，训练这些精神，正念才会跑出来，才分得出正邪。在社会上被这些坏的污染到，出家修行就是要改这些。认真苦行，佛号念牢一点，福会开出来，对我们的生死就明明了了。修到自己会感觉到，会体会一些道理，这就是我们修来的。自己生死就会知道，苦到最后就是乐，解脱。自己在这中间去体会，那时就是极乐世界。
以为人家在说他什么，那是没有见识、没有出息的。对人普普通通就好，没有特别好，也没有特别坏，无好无坏，平平就好，这就是修行，否则就不成为修行了。老和尚说过，经典即是路，烦恼时拿来化解，要